Hello Cookies 们，大家好，我是 Wendy， 来自 Ivan Baking。最近有很多新朋友加入，谢谢你们的支持。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并且开小铃铛，收到我最新影片的通知。在我 title 旁边有这个三角形，开下来就是 description box， 下面会有食谱材料，中英文的都有。在这个留言区呢，我通常会放上一个 pin command， 里面呢会写下一些重要的要点，好让你们做的成功率更高。而且影片有写错或者是订正的地方也是会写在这里，记得要看看哦。谢谢你们的支持，好让我们的这个频道一起成长。今天要教你们做这个软绵蓬松的甜甜圈，就是 donut。 好，在个碗当中加入高筋面粉或是面包粉，加入一些细砂糖、速溶酵母还有肉豆蔻粉，可以让你的 donut 吃起来更像店里的口味哈。加入一些盐之后呢，盐跟酵母记得不可以放在一起，因为盐会杀死酵母，就不能发了。用搅拌器来打拌一下，混合了之后进入面粉之后就没关系了。在面粉中间开一个小洞，在小碗当中敲开一个大的鸡蛋，加入面团当中，还有加入一些香草精，之后把这个鸡蛋打散。好了之后，慢慢的加入冷牛奶，记得是要从冰箱出来的冷牛奶哈。我们要延迟酵母发酵的状况哈，所以记得一定要用冷牛奶，要不然你的面团会发得很快。用你的刮刀来慢慢的混合，慢慢的把它们搅拌，形成一个面团。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以用手来慢慢的搓，把这些碎片都混合在一起。好了之后，来加入无盐牛油，记得要用软化的牛油。我喜欢把牛油放在这个面团的表面。我们来翻面一下，好让它的后面也能够涂上这些牛油，这样子我们搓的时候呢，就会没有那么粘手了。搓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改换来用手搓会比较方便。记得要不时用刮刀把这些碗剩下的这些牛油还有面团全部都合在一起。搓了一下之后呢，碗干净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改换在 silicone mat 上面来搓，放一些油来防粘。就把面团放在上面，你的双手也放上一些的油，我们要来揉面，大概10分钟。那么揉面的方式呢，要轻盈哈，注意看，我是轻推向桌子对面的哈，不是推进去桌子的，是推向桌子对面的哈。之后换一个方式，可以轻盈快速，好像搓衣板的方式来搓。注意看啊，我的手势是轻盈，是快速的。尽量呢不要把面团这样子过度的拉扯，这样子面筋会断掉，而且会很连你的桌子，就很难搓了。要把面团一直的推回成为一团，轻盈的这样子搓，不要搓得太出力哈。这样子呢可以帮助你的面团不会那么
连桌子，而且筋性可以发得很好。那么10分钟之后，我们要来做一些测试了。跟我的面包影片一样，我们要做玻璃窗测试。我们来撕一个小面团，之后轻盈的来拉扯不要太处理，轻轻的这样子拉，你几乎可以看穿。看到我的手指吗？那么如果扯破了之后呢，它的圆形是分明的切割好，把面团搓圆，你会发觉到呢，这个是一个偏软的面团可是呢，没有好像那个面包那么的黏，这个会没有那么黏可是是偏软的。好了之后呢，在面团的表面涂上1层油来防止它干燥，之后盖上你的碗，好让面团休息一下，大概15分钟，只有15分钟它也会长大了一些记得用你的手来排气，排气的部分很重要。之后我会让你看没排气好的话呢是什么状况现在把面团分成50克的小面团，称重一下比较准。好了之后，我们要把面团按扁，之后我们要向中间折这个面团，折的时候记得要压一下来排气，排气很重要。彻底的把里面的气都排完之后呢，把它们拉入中间之后翻面，然后把旁边来挤一挤，用这样的手势之后滚圆。这样子的步骤可以让你得到一个非常圆的小面团，把它们各放在一张的parchment paper 之后，轻微的这样子把它按大一些。这样我们的第一个小面团就做好了。我们再来重复记得按扁之后呢，向中间折你的面团，这样子会帮助你得到一个圆形，而且顺便排气。重复很多次，因为排气很重要。之后把它们拉到中间，翻面的之后呢，用你的双手这样子来把它们挤下去，之后滚圆。滚圆的方式是这样子，你的手的中间是空心的，之后这样子把它们轻轻的滚圆，就很圆了。把它们各放在一张小烘烤纸上面，之后轻轻的把它按大一些就好了。那么重复直到你的全部面团做好为止，之后把它们盖上保鲜膜来防止它们干燥。其实有很多影片都会用这个圆模具来cut出 donut 的形状我也尝试了，可是我不推荐这个方式。等一下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偏软的面团。那么我们要来醒面，大概40分钟，直到双倍大就可以了。所以要看你的室温，室温热的话，可能膨胀的速度会比较快。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加入一些的食用油，就用中火来加热。在这个当我们要下锅之前呢，就用裱花嘴来把这个中间的部分，那么戳一个洞，看到吗？这个就是面团之前排气不够，所以就有很多的小气泡 trap 在里面用小火控制油的温度，要在165到170摄氏，这个很重要。不建议你们用这个 cookie cutter 的原因呢，还有不要用高温来煎的原因就是这样。
你会看到呢膨胀的不一致，而且颜色会过黑，就不是很好看的donut，可以吃，可是不好看了。看这个是之前没有排气好，没有适当排气的面团哈，所以你看它在炸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气泡就会膨胀，形状就不会圆了。刚煎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是不圆的。那么现在来炸一些正常而且是对的 donut 哈，记得要轻盈的放下去，之后记得把这个烘烤纸拿起来。我把烘烤纸都放下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可以保持它的形状比较漂亮。记得不时要检查一下。对的煎法呢，旁边是会有一个白戒指的哈。继续的炸，炸到一半的时候，看到黄金的时候就要翻面了。再炸剩下的另外一面。好了之后，你看它旁边是有白戒指的一条线，非常的膨胀，非常漂亮的黄金色。也要记得炸我们的甜甜圈孔哈，就是 donut 的中间那个小洞洞。这个食谱可以做15粒的甜甜圈，给你们看那个分别哈。这个是用模具来切割的，它膨胀的不一致哈，而且形状不圆，颜色比较黑。另外一个的就会膨胀的比较高，会比较圆，旁边也会有白戒指。而且一个呢会比较软一些，另外一个会没有那么的软，因为膨胀的不高。然后这个面团之前排气不够的，你看它的气泡里面是空洞的哈，所以呢它空心的味就会塌下去，形状就不圆满不漂亮了。所以呢炸这个甜甜圈也是有技巧的哈。我们来适量的放上一些的白糖，就是我们传统面包店里面所找到小时候的味道，非常简单的味道哈。可是这是最好吃的，对不对？继续的把全部的甜甜圈都沾上一些的白糖。如果你要留隔天吃的话，你就隔天才沾上这个白糖，好不好？那么把你的 donut holes 也是滚上一圈的白糖。那我们的甜甜圈 donut 就做好了，是不是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呢？圆圆滚滚，你看按下去，它会自动膨胀回来的哈。看了非常的爽，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蓬松柔软的 donut 哈。撕开来看，哇，你看它的内部结构吗？会拉丝的，有一点像我的面包食谱了，非常的柔软。虽然外皮是用炸出来的，可是还是那么的柔软哈，非常的喜欢这个食谱。很好吃哦，非常的柔软。小时候我最喜欢吃这个甜甜圈孔了，小小颗的。看这个甜甜圈，这颗发得很高哈，你看它的内部结构非常的漂亮。
忍不住了，我还是要挤一挤给你们看一下，它有多蓬松，有多柔软。一个好的donut应该是柔软的哈，不是硬邦邦的哈。外皮有一点点的酥脆，再加上一些的白糖，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希望你们尝试做。那么还没看我上个礼拜的视频，请记得观看。还没有订阅我朋友，请记得订阅我，还有记得关注我在我的 social media， 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下期见，拜拜。